创业最难的部分是要找到 product market fit。怎样去看 product market fit？其实它有一个定律的，我们叫 40% rule。也就是说，今天当这个产品 is removed from the market， 会有48%的人非常的失望。只有做到这一点，你才称得上找得到你的 product market fit。很多人认为说 Asia 卖的是便宜，它售卖的其实是幸福感。我的做法，我会去到 Kickstarter， 我会去看哪一些产品是 well funded 的。有人肯投钱，我觉得成功的多数是市场有需要的。今天我有了这个 idea， 我有了这个想法，我要讲把它改良成能符合本地市场的。我那时候是在冰岛，每一天搭 Grab， 我从 A 搭到 B 再回来 A， 几乎每一天重复8到10次。Richard Branson 讲过 ，You only know it when you are doing it。当你最面向市场，你走向人群的时候，他们给你的答案才是最真实、最符合市场。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Raymond， 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我本身的专业是一名药剂师，兴趣包括发明、写词，同时我目前是一家保健公司的 director。Raymond， 其实你是几岁开始创业，然后创业到现在有多久了呢？应该来讲28岁，2017年到现在为止应该有7年。像 before that 你是药剂师？对，比较特别，因为我们一开始是在政府医院，后来到私人的这一个公司，从那边才出来创业。Raymond， 刚才你聊到你现在还是一名作词人，对吗？是。然后你有涉及在发明的领域。对。其实 Raymond 从小你是不是已经有一种想法，想说你是要成为企业家，还是其实你要当作词人？跟大部分人一样，坦白讲，我们人生的20年，就是第一个20年，其实你都是在摸索，你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能做什么。可是我很确定一样东西，就是我在也不敢讲很小，我在我可能16岁的时候，我就很确定，我以后从事的行业一定跟创意有关。所以为什么后来延伸的写词、发明这一块，我是自己是也不敢讲在 expectation 里面，它是一个我 look forward to 的，就是我憧憬的一个领域了。所以变成我把它后来 apply 在不管是写词也好、发明也好、生意也好，它都有一定的那个成效。我很好奇，你是第一次创业就成功了，还是之前有经历过不同的创业？我一开始就是我把它分成2部分啦，发明是 hardware 那一块，我一直对 hardware 上面的 innovation 我很有兴趣，所以我会改良 medical device， 或者是像当年我把 phone case 里面，我觉得 phone case 为什么要跟 selfie stick 分开，所以我们那时候发明了一个 phone case with a selfie stick，right？ 我说那个是 hardware 的那一块。后来我就认识了一位朋友，也是我的 co-founder， 他是programmer。一开始的创业其实是 on 这一个线上的，就是 app 啊 website 这一块。我们的目的那时候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帮助 e-hailing 的 driver 赚更多钱。我们的 idea 非常简单，在这些 driver 的车上放一个 unique 的 referral code，unique 的 promo code， 只要乘客一上车扫描这个 code， 他就可以看到当地优惠餐厅啊 museum 啊这些 tourist attraction， 只要他们去那边消费的时候，这一个司机就会拿得到这个 referral commission。所以当年的概念非常非常简单。一开始创业的经验都是失败告终，直到我后来痛定思痛，我觉得我身为一名药剂师是不是应该回归到医疗本行本科这一块，就和一些志同道合的药剂师团队创立了这一个保健公司。那么 Raymond， 刚才你提到你一开始在发明领域遇到一些挫折，然后在于一开始的一些创业项目也是失败收场。这样在什么时候你开始觉得对自己的能力更加有自信，开始觉得我好像走对的路，有没有那个时候我觉得即便之前是失败了，可是在失败的经验里面有几次的一些事情，我是觉得我对于不敢说是能力，对于我对市场的判断我是肯定的。因为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帮助 e-hailing driver 赚取额外的收入的这个在车上营销的这一块，其实我当年就发了一封 cold 的 email 到当时最大的e-hailing company， 我们也得到回复，其实他们也约见我们来谈这个。所以那一次是我最深刻的一个感受是，即便你有多小的 idea， 或者是你规模有多小，可是如果这一个对于市场的判断是对的，大公司或者是这些比较大的企业，他们会是认同
然后是可以去有 for next move 啦。So 我觉得不管是之前失败的经验，可是那边是有一些可以让我对自己市场的判断的肯定啊。就是纵使那个项目最后是可能失败了，期间可能在于 product market fit 啊，或者在市场认同上有给到你一个信心去开始接下来的项目。应该讲那一次的经验是一个 booster。之后当我回到保健领域的时候，我其实有 apply the same strategy 和 same 的 thought process 在这一块。当我们那时候做一个单品大家都不看好的情况下，一个单品在1年可以做7位数的，那个是我当时对自己的一个也是一样对市场判断的一个肯定。像 Raymond 这样聊到这里了，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些听众可能他们会有心里面会这样想了，哎呦，你本身是药剂师吗？你家里有矿，你可以自由做你想要做什么东西。那就算你创业失败，你最坏的嘛是打算嘛是回去当一个药剂师哦。这样其实啊，对于一些群众有这样子的一些疑问啊，Raymond 你觉得了你现在创业的成就是不是因为你的背景有帮助呢？讲真的啊，我当年也是这样想啊。所以因为你会想到 you have something to fall back on， 就变成今天我做 app 失败都好啦 I don't mind， 不是 don't mind 啦，就是想说 OK 我还可以回去当一个药剂师啊 right？ 可是我发现当我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啦，我做任何事情我没办法 go all in， 没办法 go all out， 我做到点就算了，我不敢再去 test the boundary。 我觉得 OK， 比如说当年我们做 app， 我们 recruit 了很多的司机，那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讲，哎呀没关系啦，既然都到这个份上了，我回去我的保健领域啦，这样子 right？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 cross the boundaries。 后来当我自己真的是回到保健领域创业的时候，我们当年非常的你讲 bad luck 还是什么都好啦，我们那时候真正要推出市场产品的时候啊，是1月2020年1月，等到我们那时候第一次办线下的分享会就是3月then the next week 就是 MCO。 所以那时候对我来讲哇完全跑不了的嘛，那时候我们卖的是高价的保健产品，所以那时候我本来的第一个想法也是算了啦 call it off， 回去当一个 retail pharmacist right？ but 没有，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每一次都是这样的话 have something to fall back on 的话成不了事的。所以我们就真的是咬紧牙关，在 MCO 的期间我们就用不同的方式找到我们的定位，后来就比较上轨道。这样其实聊到这里了 Raymond， 其实你觉得了创业最难的部分是在哪里呢？我觉得创业最难的部分是要找到 product market fit， 就是产品市场媒合度，这个是最难的。比如说啦，今天我卖白鞋，我围绕这一个产品去 build 啦，我找网红代言，我找明星代言，它很快它的知名度可以起来了。那我再 apply 一些 marketing 的 strategies、branding 的 message， 把它做成更 solid 的去推的话，它已经卖得到了。可是如果今天我的这个牌子没有在市场的话，白鞋啦，我讲的是白鞋，它对于很大部分的人其实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它就是一双白鞋罢了嘛。所以怎样去看 product market fit 这个产品市场媒合度，其实它有一个定律的，我们叫 40% rule。 也就是说今天当这个产品或者是某一个 service is removed from the market， 就是在市场上消失，会有 48% 的人非常的失望。只有做到这一点你才称得上找得到你的 product market fit。 所以回归到我讲，你问我说创业最难的其实就是找到这个 product market fit。因为你要卖白鞋卖任何产品很容易，可是今天你的产品是不是能被取代的，这个是我们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啦。我觉得 AirAsia 的 product market fit 是最好的，这个是我观察到的。很多人认为说 AirAsia 卖的是便宜，可是我不认为，我认为 AirAsia 之所以成功，它卖的是幸福感。怎样讲呢？今天像你比如说以前你讲说一家4口你想要带你的家人去出国旅游，可能以前你比较没有办法做得到，可是今天有了 AirAsia 你可以有能力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你能够提供幸福感给你的家人。或者是像 Young Couple 他们想去
可能你讲不管是求婚也好，第一次的出游也好，也因为有了 AirAsia， 它可以提供他的另一半这个幸福感，所以我觉得从来 AirAsia 售卖的不是便宜嘛，它售卖的其实是幸福感，这个是我认为，如果今天有 AirAsia 不飞了，我觉得会 more than 48% 的人非常的失望了。这个就是我所谓的为什么我们会看这个 40% 的 rule 来来判断说你找不找得到你的 product market fit。那么 Raymond，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听众了，可能他们想要创业，而他们没有 idea 自己要做什么，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这样的 Raymond， 你能给他们这样的一些建议吗？我的看法，我觉得首先要认清自己最大的强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你要创业的，你需要判断说你想要涉及进去的哪一个领域。像我本身我自己的 thought process 是这样，我知道我的强项是在创意，然后我知道我想要在保健领域做一些改变。那我怎样去比如说我今天完全没有想法，我想要做 brainstorming， 我想要想一个 idea 来创业，我会怎样做？我的做法是我会去到 Kickstarter.com， 我会去 filter by health， 我会去看哪一些产品是 well funded 的，我会去了解说为什么这些产品在healthcare 的 industry 里面这样受欢迎，因为有人肯投钱去投资这种众筹 project 成功的，多数是市场有需要的，所以我会从那边去做我的 thought process 和 brainstorming， 有了这一个 idea， 我要怎样去改良。Kickstarter 可能 target 的是国外的市场，那今天我有了这个 idea， 我有了这个想法，我要怎样把它改良成能符合本地市场的，这个是我一般会做的一些 brainstorming 的 exercise。这个其实很好啊，因为它就是像是一个 shortcut， 就马上你知道，市场要什么。是，因为我觉得刚刚我们也提到 product market fit 嘛，那其实这些 Kickstarter 的网站或者是众筹网站，其实它 quite transparent 嘛，所以你已经很明确的知道市场的走向、市场的demand、市场想要什么，所以你可以根据这一个，比如说美国红了这一个，那你可能可以把这个东西 apply 在本地。当然我不是让你去抄袭啦，就它中间需要有一些 innovative staff，you know，yeah。这样的是一个人他有一些想法 ，maybe 他参考了，或者是他 brainstorm 了，有一个 idea， 而很多人有的时候就会 stuck 在这个 stage， 因为他开始纠结，他讲我的 idea 到底够不够好或者是他想要去追求一个 perfect 的 idea。那对于这群人，你的想法是这样？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其实这个问题蛮好的，因为我当年也一直在找到底怎样的 idea 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创业的想法是最 perfect 的，就是一出市场就要爆了，年轻人都是这样想嘛。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没有一个完美的想法的，你只有开始做了你才懂的。像 Richard Branson 讲过 ，You only know it when you are doing it, right？ 所以当年我们有这一个我们想要帮助 Grab Driver improve 他们的收入的这一个 app 的想法的时候，我的做法那时候是一个很最直接面向市场、面向我们想要 target 的人的做法。我那时候也是在冰岛，我每一天搭 Grab， 我从 A 搭到 B 再回来 A， 重复这个动作。几乎每一天重复8到10次，因为我每上一次 Grab 我都遇到不同的司机嘛，我就问他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他最大的遇到的困难是什么。那如果第3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方案，会不会帮助到他？那第4如果帮助到他的话，他会不会持续的用或者是介绍人？我学到的就是，如果你要自己在房间里面brainstorming 哪一个 idea 最好的话，你永远没有答案的。然后the worst advice 就是你问你的家人和朋友，因为他们一定支持你的，就是他们一定觉得你的 idea 是最 perfect 的嘛。只有当你最面向市场，你走向人群的时候，走进人群去问那些你想要 target 的 audience 的时候，他们给你的答案才是最真实，最符合市场。这样子 Raymond， 其实你在创业初期，你有踩过什么坑吗？哇哦，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教训，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坑啊？讲到这个是惨痛哦，惨痛啊，很好啊，学一下。因为 financial 的 planning 嘛，所以当年因为我对 profit 的概念可能不深，就是对我们讲不讲 profit， 我们讲 metrics， 就是在于生意的 metrics 可能
不太了解。当年我们也是有一个 idea 叫 luggage here，我们想要 target 的是在 Bukit Bintang 或者是tourist 人流很多的地方，当你可能在上飞机的前8个小时，你 check out 了hotel， 你不知道你的行李要怎样放，要放在哪里，所以这些商家他就可以透过这个 app， 在他的店留一个空间是可以帮 tourist 收行李的，所以就 luggage here 啦。所以当年我们觉得是哇 ，it's like you know， 就是把你的空间变成一个赚钱的地方，所以我们也跟很多的商家在 Bukit Bintang area 谈了，他们觉得这个 idea 不错，是可以 try 的。可是那我们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那时候的 platform service fee 只抽18仙，然后这些 tourist 他们放行李的话，放1个小时只是15块，也就是说他放1个小时，我只赚块半钱。那如果我用5000块去 promote 这个东西，我要赚多少的块半钱才可以 cover？ 这个是当年我们在创业，就是有一个觉得不错的 idea， 也有走进人群去问了他们的意见，他们觉得 OK 的，然后发现原来到最后就算有的感觉上有的 product market fit， 可是赚不到钱的。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最惨痛的一个教训。所以有 idea 去 test 面对这个市场，同时还要算看是不是能赚钱。对，这个是最现实的。这样 Raymond 我们谈一下，有一句话叫做你赚不到你认知以外的钱，同时你也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就是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这样会不会变成讲说，这样我们讲那些年轻人他想要赚钱，他没有这样子的认知，他要怎样去突破这样子一个屏障才可以打开认知呢？2个建议，第一个 find a mentor。我觉得这个是很多的，我不讲别人我讲我当年我可能还25岁的时候，刚踏入社会，我也是觉得那些可能40-50岁的这种倚老卖老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意见？我是做年轻人的方式嘛。可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这些比我们年长20年甚至30年的，他们能给我们的working experience 和这种工作的经验，或者是在这一个职场上的经验，或者是非常非常的值得你去学习和吸收的。所以have a mentor early in your career，找一个或者是不是 mentor 不是同行的也好 ，someone you look up to， 可能你的 uncle， 可能你的舅舅，这些人他们会给到你的 life advice 跟你的 working advice 是很帮助到你的，他会让你了解到你认知以外的东西。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蛮重要的。第二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讲线上了，刚刚讲的第一个建议是真的是人嘛，第二个是线上的是我会发现年轻人因为现在很多的社交social media 的 platform 蛮多的嘛，所以你会看到很常在 IG、Facebook 的，他可能就没有观察 Twitter 上面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很常在可能小红书的，他也不理到底 threads 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些平台他们都有特定的 algorithm， 所以比如说今天我每一天都泡在小红书上面，我看到的一定是他认为我喜欢看的东西，所以我永远的认知一定停在那边的。就是我今天如果我一直 stick with one social media app， 我看到的就是一定是在我认知里面，我不会看到突然间有些我不懂的东西，所以我会 advise switch app。每一天可能你抽出可能18仙去看那些，像我当年我也是不看 Twitter 的，现在变成 X.com 了。可是我发现我在 X.com 上面得到的一些知识，或者是我看一些人的大人物的账号，他们分享的东西是我认知以外的。因为以前我的最 focus 是在 Facebook， 可能 Instagram。然后后来我想要了解 Malay Market 的时候，我去看 Lemonade。我会发现在 Lemonade 也是完全想象不到的东西，就是那一些是你在你认知以外的，因为你根本没有要去接触嘛。像我当年我们要去接触，我觉得小红书就是这样的。所以keep yourself， 你要 keep your options wide，keep it， 就是你要也不是想去大量的吸收，而是我觉得这个 switch app 的动作蛮有必要的啦。可是因为如果你讲说今天你从 Facebook switch 小红书没有分别的，因为几乎它的东西蛮像的。可是你讲说今天你讲从小红书，你可能花点时间去看 Lemonade， 花点时间去看 Twitter， 花点时间去看这个 Threads，
可能你会得到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 input。这个是我认为怎样可以突破这个思想的屏障。就是与其在自己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屏障里面去摸索，不如来一些外面的一些撞击啊。是。那么 Raymond 刚才我们前面有提到在 idea 的东西，那个是我们讲创意了，创意有分成0到1，也有分成1到10。这样 Raymond 其实你认为你自己比较擅长会是在0到1还是1到10呢？我觉得我是0到1的人。0到1的人。但其实0到1的人具备怎样的一些特质？1到10人又具备怎样的特质？我认为0到1是innovator， 把这个innovator 这个东西 sounds glamorous 啊，其实他会必须经历很多我们讲惨痛的可能经历或者是教训呢，因为你必须去开这个市场，你必须有和别人不一样的这一个 patience， 然后你衡量成功的单位不一样，我们用这个来做区分呢。比如说0到1，我认为你衡量成功的单位不应该是用天，不应该是用星期，也不应该是用月，你是用年的。那1到10不一样，因为你已经进入一个 scaling up 的，所以你衡量成功和你衡量你的 progress 的单位必须是月。所以这个是我讲的在monitoring 方面的分别啦。0到1它必须有具备这一个特质。我觉得1到10的人啊，他必须有很强的执行力，他必须有很强的复盘能力，还有他能够重复性的去执行一些有成效的这个动作。这样 Raymond 讲回你本身呢，这样比如你身上有很多强项不同的特质啊，这样如果今天要给你选一个特质啊，可以去到90分，其他特质只能 keep 在70分，这个90分呢，你会选哪一个呢？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的话，可能我觉得我创意这一个我必须maintain在90啦，因为我觉得我目前擅长做的东西我目前涉及的每一个领域它都跟创意有关，所以这个是我会想要维持在90的。这样 Raymond 你的 MBTI 是什么呢？ENFJT。 ENFJ 天生的领导者。可是其实我有去看他的分析啦，我感觉70%像我啦，可能有30%，因为他有提到社牛，我觉得我不是社牛，所以我觉得我在一些场合我整个是 I 人来的，我没办法。可是如果今天去到一个场合一个 event， 我是有一个 business 的driven by business, driven by objective, driven by purpose 的话，那我就会变成 E 人。你就可以 switch 了。是，所以我觉得其实 I 人跟 E 人在商场上面，或者是在你的你从事的行业里面，你从事的职业里面，它都有不同的一个帮助。因为我认为没有一个人是100% E， 没有一个人是100% I 的，只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你想要让那一个 version 的你出来。比如说今天你需要prepare 一个，或者是你需要 propose 一个非常重要的 business presentation， 你不可能让你的 I 人出现的，所以你就要让 E 人发挥的更好。比如说今天像一些可能我们讲说你听到一些可能公司比较 confidential 的东西，那你就要I 人上身。是，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工作之道，在对的场合变成不对的状态这样呢。是，这样 Raymond 我们看呢，很多人在 business 或者在事业上，其实他不是一步登天的嘛，而是慢慢一步一步慢慢变强起来。这样对于你来说 Raymond， 如果要你总结了3件事情，你是做了哪3件事情，把你从以前慢慢带到现在，慢慢一步步变强的呢？我觉得的确有3件事，我有一直目前也在重复做的。第一个是自我的增强，就是在于技能方面。以前我刚开始做这个我们创立保健公司的时候，我们认为打广告营销就是简单，因为我们的 background 是 pharmacy， 我们可能对那一块不了解嘛，所以前面就花了很多冤枉的钱，前期花了20千是完全没有效果的，所以后来就因为这一个经历，我去每一天去
我是一个不太喜欢上课的人的原因，是因为我可能在课堂上面，我觉得我的专注力不强，所以我喜欢自习，所以我会我读了最少12本关于营销 digital marketing 的书，让我看了大量的 tutorial，在于set up 一些 Facebook 广告、IG 广告这一些，然后一些文案的书，这个是我在自我增值和自我提高，应该很加强我的技能那一块，这个是第一部分我做的自我增强了。第二个是我觉得，因为以前像我们以前在政府医院上班，或者是在retail pharmacy，你不需要什么人脉的你不需要真的是跟谁特别打好关系，所以这第二件事情我做的就是很常会出席一些 event， 然后累积这些人脉，简单来讲就是其实是去交朋友，因为不同领域的也好，或者是相同领域可能做的东西不一样的，这些我都会去认识，因为我觉得人脉这个东西是在于你的创业的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第三，其实是在带领团队的一个能力。那我其实我一个习惯就是我每个月我会有一个 review， 那我的 team performance， 所以我 review 完我的 team 的 performance 过后，会回到我自己。那比如说这一个月我的 team 做的不好，我的第一个反思是我能做什么让它变好，或者是我做了什么不对的，导致他的 performance 这个月没有达标，所以这个是我反复在做的这3件事，就是在于自我增值，增强人脉跟怎样提升自己领导的一个能力的那一部分。那么Raymond刚才我们有聊到关于复盘能力这样Raymond其实你认为复盘能力重要吗？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我们讲不管是成功还是错误啦，或者是你在你 performance review 的时候，你必须做这个复盘的动作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今天你成功了，你需要知道这件事情能不能被复制。比如说今天你失败了，你需要知道这个错误能不能avoid 掉。所以这一个是它是一个我认为啦，有些人觉得说是可能 weekly、monthly 的 exercise， 我认为是 daily 的 exercise。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像Elon Musk 很常讲的就是你今天你做了什么，这个是他很常问他的员工的。所以同样的，就是今天如果你要训练你的这个复盘能力的话，你每天 after end of the work 你要做这个动作。你今天我的做法啦，我会问自己，你今天做的最 significant 的东西是什么？它可能是错误的它可能是一个成就的，可能是一个 mistake 今天我上广告，我一下子想要 scale out 1倍，然后广告费变贵，然后又没有成效，所以我的反思是什么？what are the things to avoid？ 说这个很重要。那今天我发现今天我调这广告过后，我讲的是先讲营销这一块了，它变成一个 winning ad， 那这个东西能不能被复制？我能不能每一天做同样的事情，让它达到同样的成效？所以这个是我认为daily exercise 很重要的，做这个复盘的动作。对，如果要训练复盘能力的话，你会建议年轻人可能每天去反复的去看自己在做的事情 significantly 哪一些做的对，哪一些做的不好，是这样吗？对，我认为是每一天你要有一个记录，就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你要记录你今天最 significant 的 event 是什么。它可能是一个mistake， 它可能是一个 small win， 或者是 a big win， 你要去记录这过程里面你做对了什么，或者是你做错了什么。如果你做对了，它有没有一个 formula 是可以复制的？那你做错的话，你能不能下一次有效的去避免它？这个是我认为 daily 是需要做的。那么Raymond，如果今天有一个年轻人25到30岁，他想有创业的想法，他想要你推荐一本书，如果你只能推荐一本书，你会推荐什么书给他呢？我会推荐Contagious Why Things Catch On。So 这一本书其实为什么我会推荐所有想法想要创业，或者是你认为你自己有个 business idea 的人需要读的是，因为我认为刚刚我们提到 product market fit， 所以这本书它其实有很多的案例是
这一些产品或者是这一些service， 他们怎样找到自己的 product market fit， 然后爆起来。所以我举个例子啦，当你想到 KitKat 的时候，你想到什么？ Take a break。对，所以你看啊 KitKat 非常聪明和巧妙的把 Take a break 和 KitKat link 在一起。所以每当你想到你可能下午在office 你做很累3-4点这样子啊，你想要去折一下，你可能会想到那个 right have a break have a KitKat， 它中文也是这样子嘛，休息一下来块 KitKat 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本书啦，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案例，我不一一的举例，里面的这些案例会帮助到你，在你想要有一个想法要创业或者是你要 start 自己的 business 的时候，这些都是很好可以去，我认为是可以复制的。那么人们我们看了30岁，我们讲30岁是一个分水岭嘛，这样你认为有什么事情是年轻人30岁之前就应该要想清楚的吗？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你看啊，我们讲23岁24岁毕业了，可是你会发现你选科的时候是18、19岁，所以其实你选科的时候上大学啊，你其实不知道你未来的工作长什么样子的。像我当年我选 pharmacy， 我也不知道原来 pharmacy 从事就是它的跟我想象的是有出入的。所以你看我们讲24岁毕业，你到30岁你只有6年，所以这个时间讲长不长，讲短不短，不过你必须用这6年来搞清楚未来的10年你是不是要继续在钻研在这个领域里面。因为我们讲24岁你毕业到你30岁，这个是入行嘛，30岁到40岁一定是要钻研和精，然后你50岁开始就是传承嘛，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可是它的 challenging 的地方在于，你就只有那6年，你就只有那6年去想，所以你在这6年里面，你必须很多的 try and error， 你必须很多的 self reflection， 你必须很多的self review， 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这一行？因为坦白讲，我身边有非常多不是在做着本科或者是他们毕业读的那一个专业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你在30岁之前一定要搞懂。因为 Raymond 刚才你提到其实那个 point 是非常好，因为很多人可能他刚毕业出来，他的确也是在摸索，摸索的时候他是没有很清晰的一个意识，就在摸索，就是做 OK，maybe 做2-3年，不搞没换一个，可是他没有讲说他要快速的去 test try and error， 像你刚才提到 try and error 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动作更重要的是在 reflect， 就 always 可能要 come back maybe 思考一下是不是我要是不是对的，这个东西对我有怎样的一个帮助，以后我是不是往这个方向，还是我要稍微去调整我的方向。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可能缺少这2块，是在第一个是有意识的 try and error， 第二是在 self reflect 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个可能30岁之前就必须要更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讲的非常好了，因为你看同样的24岁到30岁，如果这6年你是很有意识的去想说去做 self reflection， 和一个人是这6年完全没有想的，那他只是把同样的工作重复了6年，和另外一个人他是在这6年里面不断的增值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他 fundamentally 最大的分别了。那么 Raymond， 现在我们看生活费越来越高，这样很多年轻人他们面对一个问题就是钱不够用了。那假如说今天一个年轻人他的薪资是3000块，如果他想要在接下来3年可以把收入翻倍的话，你会给他怎样一个建议呢？我的看法现在你要收入翻倍很多方式，对吗？比如说现在拉布布很红嘛，也是可以大手入货去卖。可是你看我们要谈的，我觉得这个重点，这个问题也是问的非常好的是，与其你收入翻倍，倒不如你的知识跟你的技能翻倍。这个是我想要探讨的。为什么呢？比如说今天一个人他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几年前NFT 爆红的时候他入手了，然后现在转手，可能在还没有crash 之前他转手了，他赚了一大笔钱。
在这个过程里面，对他的收入可能翻倍了，可是他的知识和技能不一定有翻倍的，因为 NFT 这件事情，可能他的这一个经历，或者是他遇到的这个机遇，他不能复制，就他没有办法用同样的方式去赚到这个钱，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反而很值得讨论的。当然你讲说可能要等下一个 NFT 咯，but there's no timeline 嘛，所以我觉得与其去想说我怎样翻倍我的收入，我要去想的是我怎样翻倍我的知识，我吸收的东西，我怎样去自我增值。我觉得这个会比单纯的只是收入翻倍重要很多，因为要收入翻倍，在这个年代有太多太多选择。像 Raymond 刚才你提到那个在于知识或者是在技能上能翻倍了，这样如果今天一个25岁到30岁的年轻人，他想要自我增值，想要提升自己，你会建议他每个技能都略懂呢，还是钻研某一项的技能？如果25岁到30岁了，你必须每一个技能都略懂，这个是我的看法了。比如说今天我是一个 content creator， 或者是我想要成为一个 KOL 网红啦，那我懂拍，可是我不懂剪辑，所以我永远要等人哦，所以我的 content 永远在等，对吧？或者是我拍了，我懂得剪辑，可是我不懂得写 caption， 我连最基本的可能文案我不懂，那你永远就依赖人。可是如果你也熟悉了这一个，你去学这个东西，你每一个技能你都懂，那你就能在你25岁到30岁的时候，我们讲你要披荆斩棘的话，其实你身上必须有很多把刀，然后你才知道你未来30岁之后你想要钻研的是哪一个嘛。那么所以意思是说25到30岁他应该要先去每个东西先搞略懂，是先让自己越多技能越好。对，而可能30岁以后就要去钻研。对，那如果30岁以后要钻研的话，你会建议钻研哪一项技能呢？我觉得30岁之后啦，最重要的技能是你有没有一个系统化的 method 去 assess 自己的 growth 跟 performance， 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30岁以后你没有这个技能的话，你到40岁，其实你只是老了10年的原来的自己罢了。因为你没有去 measure 自己的增长，你没有去 measure 自己的 values。比如说讲去 measure， 我举个例子啦，比如说今天你做线上营销，你在你30岁之前的成交方式，跟你30岁之后的我觉得会有不一样。因为你30岁之前，你可能可以 try and error， 你可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你可能可以大胆一点的去 try。那你30岁之后，你就要有一个系统化的去 measure。比如说今天我做我在做线上成交客服这一块，我这个月可能我和300个顾客聊天，我要去 measure 他们的 response rate， 我要去 measure 他们的 closing rate， 就是你 measure 了这些过后，你要去看说这个月你做了什么改变。那你到下个月的时候你再看，如果你的 closing rate 有提高，你的顾客对你的反应 response rate 有提高的话，就是你的这一个变动和你改善的地方是有效的。这就是我们很系统化的去 measure 和系统化的去进步。像 Raymond，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30岁过后要更有系统去 track 他自己的 progress， 比方说他用这个方式是多有效，是不是还是 relevant， 是不是能够 perform， 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及时的去调整，是这个意思吗？的确是，因为我会看到在我的行业里面呢，不管是过去的在线下的药剂行和线上的，我会发现很多的人过了30岁过后，或者是在这个同一个领域10年以上，他都是用的就是用以前的方式来面对现在的市场。这个是我觉得他会有一天会脱节和跟不上。那 Raymond， 我们来聊一下，你认为在现在的马来西亚大环境之下，年轻人如果要成功还有机会吗？我觉得这个我常常听到年轻人在抱怨的，马来西亚现在还有机会哦，竞争这样大，
其他国家的东西品牌都陆续进来嘛。可是我发现哦，其实重点不是在于你身在哪一个国家，而是你怎样去利用你身在的国家的优势，去找到你要 target 的市场。没有人规定说你在马来西亚你只能做马来西亚市场，对吗？因为你看啊，我认识很多的电商，他们做的是香港的市场，他们做的是印尼的市场。那为什么马来西亚的电商能做得到？因为广东话我们会，印尼话我们可能不会，不过跟马来文很接近嘛，我们会。所以我觉得年轻人要思考的是，不是讲说我在马来西亚这个环境有没有机会，而是你要思考的是，你要去探讨，我现在所在马来西亚，我的优势是什么？我们的优势就是多元化，我们优势就是我们很多会很多语言嘛。那你要怎样利用这个优势去找到你要去做的市场，这个我觉得反而关键。所以我不认为年轻人应该抱怨这个大环境，我反而觉得现在是更有机会的。我听说一个故事啦，那是一个在马六甲的人，他卖的是 customized 的 keyboard， 几千块的。那你看，同样我听到这个时候我讲会有人买吗？可是他在美国有非常多的顾客订单。这个就是我想讲的，你所在的大环境它是其中一个因素，可是它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有没有能够突破和 reach out。那么我们看，如果就现在马来西亚大环境来说了，接下来2-3年市场有哪一些缺口是年轻人可以去把握的机会吗？我可以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根据官方统计马来西亚51.18% 的人是有养宠物的，而且另外一个数据显示这51%的人里面有26.4% 的人是养多过一个宠物的。所以你看其实也就是说你身边每2个人有1个人有养宠物所以这个 pet care industry 我认为在未来2-3年是非常有前景的，因为现在大家都崇尚丁克一族嘛，就是 no income no kids 嘛，right？ 所以那你的爱投射在你的宠物上面嘛，所以这 pet care industry 我认为是未来2-3年的缺口，不管是你讲说pet 的 supplements pet food 也好，这个是我看好的 industry。那么人们聊回你的领域在保健这个领域，现在我们看到出现很多 OEM ODM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你怎样去看待这个现象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上个星期才认真的去想，我有得出一个结论你看过去10年其实是10个最大的保健品牌在主宰市场，也就是说这10个保健品牌推出什么产品，市场就自然的接受了。可是现在因为百花齐放嘛，当然我也乐见其成百花齐放的情况下其实它唯一的改变只是我们把这一个选择权交给这一个我们的 customer 嘛。因为过去比如说这10个大的品牌他们出的产品，坦白讲多数都很相似的，可是当越来越多人去 OEM ODM 的时候， OEM 那它出来的产品会更有，我认为会更有新鲜感，我认为更有不一样，所以它也只是把这个选择权交到回 customer 的手上，这个是我看到最大的分别。因为多了选择，多了竞争，最终受益的一定是消费者。另外一个我发现到的一个趋势是，过去5年当你在 brand专利成分的时候，你其实是蛮特殊的，因为它是一个新的东西嘛，在市场。可是到了2024年或者是明年2025年，当所有人出产品都能有专利成分的时候，那这一个 advantage 的它已经是慢慢的没有了。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趋势，所有的保健公司也好，或者是在同样领域的生意或者企业家也好，要思考的是，如果你出的任何产品的 formula， 比如说有3个专业成分，另外一个人也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复制的话，那你的 advantage 在哪里？这个是我认为要探讨的。
所以其实还有2个改变，第一个就是我们把选择权交回给消费者，第二个就是这些专业的或者是专利成分，它的优势是越来越减少了。那么 Raymond 一路走来了，有没有某个建议是你觉得对你影响深远的吗？很多年前我参加发明比赛，连续赢了金牌4年，那时候我就意气风发嘛，我就跟另外一个企业家聊起了，他是一个发明家，我就问他他是一个印度的企业家发明家，我就问他，为什么你的发明从来不去申请patent？他就跟我讲，只要有人肯用我的这个发明，可以赚到钱就好了，我为什么要申请专利？就问我，你那4个赢金牌的你都有申请专利吗？你有卖到吗？所以他最后讲了一句，我到现在影响我蛮深的，就是实践比实现重要。比如说我连续4年赢了金牌，我觉得是实现了我的梦想嘛。就是我在发明这一块我有些成绩，可是没有人在用这些发明，或者是没有 commercialize， 它其实没有实践，就是其实是没有用的嘛。所以我认为实践比实现重要。最后了，但有些年轻人可能他们现在正处于职业上或者是事业上的一个十字路口了，他们正在做这人生重要一些抉择，这样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的吗？我觉得4个字不要辞职。OK， 我讲这4个字的原因，不代表说我不鼓励创业。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们可以有 side hustle， 只有当你的 side hustle 能赚到你目前的收入的80%，你才要开始考虑这一个，就是我 quit 了 day job， and then 我 full time 的去创业。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当年我认为我没有做这样的 thought process， 所以我在创业的初期其实蛮辛苦的，因为创业刚刚有提到说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在找这个 product market fit， 所以最坦白的就是你要找 product market fit， 它一定需要烧钱，所以你必须在很确认你找到了这一个之后，然后你的 side hustle 真的是赚得到你目前收入的80%，你才开始去考虑说要 full time。我认为啦，只要你有创业的想法啦，不管今天你听谁讲啦，包括今天你在听着我的分享，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 listen to the inner voice of yourself。如果你认为你想做的，你其实就不太需要顾虑太多。